限制。哎，这招好，非常漂亮的动作。用脚跟我们的比赛中，我们双手的逼顶。注意看，为了捍卫羽量级冠军金腰带，邱建良彻底豁出去了。恐怖势大力沉的神龙摆尾，当场将德国拳王肋骨踹断了4根。大批医护人员见此一幕，急忙上台抢救治疗。谈起邱建良，在中国拳坛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是因为邱建良是自由搏击领域名副其实的羽量级世界第一，出道10余年暴走 KO 过数不清的外国精兵强将。目前的邱建良已经在自由搏击领域称霸了5年之久。正因邱建良是一位实力名气共存的羽量级冠军，其他国家的职业选手都很想上台击败邱建良，夺取冠军金腰带。首当其冲就是当晚的德国拳王肯姆罗宾。肯姆罗宾目前在德国自由搏击领域排名第2，其自身的总体实力要比普通选手强上很多倍。肯姆罗宾本次来华挑战的目的很简单，那就是想方设法击败邱建良，开拓中国搏击市场，赚取更多钞票。好了，废话不多说，让我们看看今晚邱建良能否捍卫羽量级金腰带。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比赛正式开始。红色拳套就是中国选手邱建良，黑色拳套就是德国选手肯姆罗宾。肯姆罗宾这家伙一上来就对邱建良展开内围压制，打算要在首回合就打出相应的比赛点数。不过邱建良最擅长的可不是与对手正面拼拳换脚，而是采取极为灵活的步伐进行迂回拉扯。看着两位选手的表现来看，还是肯姆罗宾更为激进一些，就是不知道邱建良能否抵挡肯姆罗宾的穷追猛打。环境里面啊，一直训练，这是也体现出来一个武的精神吧。是，在这个邱建良呢，本人是做泰拳选手的，但是在这个自由搏击的比赛中呢，他认为这个泰拳和自由搏击更像白酒和红酒啊，大同小异，因人而异，各取所需。整个格斗啊，他希望能探寻到自己独特的具有泰拳风格的自由搏击风格。对，目前这个阶段呢，邱建良已经到了见山不是山的阶段，因为他要把他一个比较复杂的技巧慢慢修正，返璞归真。现在在整个的这个局面压制上，还是这个德国的选手在压制着这个邱建良。因为在这个擂台上呢，我们看邱建良一直在绕着这个绳圈在移动，当然这也是一种战术，他会左移右移啊，找机会。相对从这个维度来看呢，应该是对方比邱建良。邱建良从开始就一直围绕擂台重心打转，肯姆罗宾则需要时不时调整自己的身位进行主动进攻。虽然肯姆罗宾的主动进攻压迫感十足，可是邱建良的精准反击也不是开玩笑的。一旦瞅准机会，邱建良都会打出连续的组合拳，衔接腿法命中。对此，肯姆罗宾还在被邱建良牵着鼻子走，邱建良的比分优势也在逐渐扩大。高了，高来高去。邱建良现在又开始进入自己的这种节奏，前后的直拳接低扫，前后的直拳接高扫直拳，非常漂亮。对，有一个叫 body kick， 先打腹部，再打头部。我们可以看邱建良在出低扫的时候呢，这个前手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种掩手的动作，这是他泰拳的一种魂技。但是刚才的那一套组合呢，又是自由搏击风格非常的明显，然后罗宾也盯到了最后一漂亮的低扫。罗宾刚刚有用膝盖去顶这个。随着时间的推移，邱建良的围绕式打法起到了很大作用。肯姆罗宾的移动实在太过笨重，正面很难捕捉邱建良的移动脚步。越是这样，邱建良打得越来越得心应手起来。每次打完一套组合拳，都会立刻拉开安全距离。这下肯姆罗宾开始变得愤怒懊恼起来。再这么打下去，只会变成邱建良的人肉沙袋。我个人不建议邱建良多用这种转身式的腿法，因为转身和腾空腿法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面对像罗宾，我们可以看到邱建良已经打了多组进攻啊，一直保持着自己的这个阵地，保持得很稳健。哇，他有一个转身够踹啊！以拳法而言呢，这个邱建良的发力比较起脚了，这漂亮！从里面出来，邱建良扑上去，漂亮，连击。邱建良比上一回我们见到他这个准备的更充分。比赛来到第2回合，简单的休息调整恢复体力之后，肯姆罗宾又开始了主动进攻，仿佛就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样子，进攻邱建良内围。当然，邱建良此时此刻已经完全摸清楚了肯姆罗宾的战术打法与节奏，在高速移动的同时，还不忘记给予对方精准命中。虽然拿到比分优势，邱建良却并没有因此着急扩大优势，只有在肯姆罗宾完全放松警惕的时候，才会逼近内围。看到对手，并且很容易被对方针对。对，等到对手没有战力的时候再来这一招。对方并不是没有能力击倒你，而且对方依然在蓄着能力。相对来说，对方的体能应该比邱建良要好一些。而且单纯一点，你在空中我轻轻一推，你都会飞得很远了啊！哎呦，别走偏了啊！这个不要逞强啊，他对这一招不太熟啊。
啊，重心的位置不对啊，双方啊漂亮啊，这个太漂亮了，前后前接后腿的低扫很经典，但是很有用。那我先看罗宾，罗宾的膝盖啊，哎，这一次是崔健良的膝盖哦，去顶这个罗宾的一个进球。可以说邱建良现在已经把这个气势整个打出来了。如果罗宾不打出重击或者改变邱建良的节奏，那邱建良要一直这样保持在4位上。又是一个飞膝啊，双飞膝。想想蔡老师，您看这个罗宾啊，到目前为止虽然阵脚压得很稳啊，但是他没有太多的这种有效打击，他应该在哪些方面对邱建良进行打击？如果他这样玩的话，就做西奇啊，他也没有做啊。他抱完就等裁判来啊，这个，可你看就顶进去，然后就没有什么动作啊。邱建良的这个高位扫击很有特点啊，他把那个这时候双方选手的比赛局势已经完全逆转，邱建良不再是刚开始的谨慎打法，反而火力全开的暴揍肯姆罗宾，捍卫冠军金腰带。然而肯姆罗宾的教练也在这时候连忙指挥要稳住局面，避免因为太过着急进攻而面临被击倒的命运。但是肯姆罗宾目前貌似已经失去了理智，全力进攻，只想尽可能的将邱建良击败 KO。邱建良打进去以后呢，对罗宾就不利了。对他只是把自己送过去啊，给这个邱建良打。如果是如果说我们前面看到的吉祥啊，包括点映娃是自由搏击的这种立体进攻，那么邱建良就是把泰拳演绎到极致的自由搏击的立体进攻的一个非常出色的表现。真的对力度跟速度做得非常好特别是把泰拳的那种硬打得非常的出色，而且是比较现代化的一个泰拳啊。第二回合邱建良依然是有优势啊。对。那像您说的，如果邱建良在面对第3回合，如果罗宾开始进入顶膝的这种环境，我们看根本罗宾还有没有要这种重击邱建良的机会？对，要主动出击啊，不是主动挨打。如果在前哇，这个长的这一招啊，哎，又跌倒，这个重心啊有点不太对啊，太往后仰。罗宾等于把自己的全身的力量都扔出去了，不成功变成人。哎，不错啊。罗宾的这个打击密度明显没有邱建良大，邱建良就像在用这个小刀一刀在割这个肯姆罗宾的肉一样，小刺刀啊，刺进身体里面了啊，不是只有割表皮哦，哎，没错，伤到内脏啊。邱建良今天状态调整的真的是非常的好，在中国国内67公斤级这个比赛的这个级别里呢，我相信邱建良已经拿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并且向最强的那个方向那个高峰在冲刺。他过去了，他曾经讲过，他去了，这个太可惜了，高扫他被这个邱建良躲掉了。肯姆罗宾到目前为止，如果还要保证这个限制频率，哎，这招好，非常漂亮的动作，小跟，掉了，哇，邱建良踢倒，非常的漂亮。这场比赛可没有悬。最后公布比赛结果，邱建良实至名归，赢下了比赛最终胜利。大家认为邱建良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